给大家科普一下，在新疆吃这种铁签子的烧烤，一定不能烤完直接吃。今天拍摄新疆小五，听说他要挑战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个事儿。走。可能我总不会忘了爱情归程。四大工程都有什么？给长城贴瓷砖，给沙漠镶上边，给太阳安开关，给黄河加栏杆。现在在新疆，给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镶边工程已经完工了。你没听错，已经完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正式合龙，塔克拉玛干沙漠被围了起来。大家知道这个工程有多么艰难吗？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40年时间。无数支沙人奉献了一生，恢复植被，建起了一道3046公里的阻沙防护带。这是玩笑里的4大工程，但当它成为现实，它就是人类的伟大奇迹。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壮举。为什么我们要给沙漠锁边？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断地移动着它庞大的身躯，慢慢侵蚀着人们的家园。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沙漠的抗争就没有停止过。为了生存，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奇迹诞生了。向中国的织沙人致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刀郎争版权？他们怎么不争别人的，就偏偏争刀郎的？2004年，刀郎出道即巅峰，一张专辑卖了270万张。正当刀郎老师让大家在午夜里无尽的销魂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西域刀郎，也出了一本专辑，上面西域2个字那是非常的小，刀郎2个字那是特别的大。有没有人以为这是刀郎老师出的新专辑，稀里糊涂就买了？结果拿回来一听，这不对呀！最终刀郎老师通过法律捍卫了自己的权益。再来，西海情歌大家都很喜欢吧，是刀郎老师的原唱歌曲。很多年前这首歌被一位女歌手翻唱，刀郎开始并没有反对，结果翻唱越唱越来劲儿，都快把自己唱成原唱了，而且歌曲拿走唱还不还回来了。最终刀郎老师仍是无奈，用法律维权。最近的我就不用再说了吧，刀郎老师的公司发布的声明说的比较清楚了。这些事情究其原因，就是刀郎老师创作能力太强，又为人太低调。刚出道时，他的歌都火遍大江南北了，但刀郎老师本人不怎么抛头露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是谁。另外，创作了那么多好听的歌，就被别人惦记上了，一唱就火，不唱对口型都火，这能不让人惦记吗？像刀郎这样做事的人，有人恨他是必然的。他的演唱会上万张门票几秒就没，场馆外还有几万人，那些开演唱会内场都坐不满的人，能不恨他吗？他的演唱会句句是真唱，话筒坏了是真没声音啊！那些开演唱会不拿话筒都出声音的人，能不恨他吗？他的演唱会一个人连唱几个小时不休息，歌还难度那么大，那些基本功不扎实，各种花里胡哨的人以后咋办？能不恨他吗？他的专辑不怎么宣传，就能直接冲上销冠，那些有歌没人听的人，能不恨他吗？他创作的歌曲首首是经典，而且很多都是他自己一个人作词作曲演唱，产量还那么高。那些一首歌吃一辈子的人，能不恨他吗？刀郎先生，你也不用担心，咱们农民群体比较庞大，有我们呢，没事啊。刀郎演唱会发生了意外，被中途叫停，这演唱会现场的歌迷都看不下去了，集体高声呐喊。休息休息！刀郎老师的演唱会没有浮夸的造型，没有主持，没有伴舞，没有嘉宾，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环节，整场演唱会太干了，一点水都不掺，2个多小时，将近30首歌，一首接一首的唱。刀郎的歌大家都知道，在 KTV 完整的唱一首都费劲儿，这一首接一首的唱，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
怪不得歌迷们都高喊休息，实在是太心疼刀郎了。这就是艺术家的魅力，这就是刀郎的神奇。刀郎在澳门的演唱会把澳门人民惹怒了，家门口的演唱会盼望了那么久，16000张门票，结果几秒钟就被抢光了，大家一脸懵，啥时候演唱会门票还需要抢啊？平时很多艺人的演唱会都坐不满，这刀郎的演唱会怎么秒没了呢？这么多年了也没练过手速啊！不光门票被抢光了，酒店也抢光了。据说此次澳门演唱会的热度远超之前的几个城市，澳门都住不下了。在演唱会之前，澳门文旅就已经开始提前热场，演唱会还没开始就已经冲上热榜，真是一场比一场火。这要是到了新疆收官之战，得来多少人呐？咱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关注我，我提前在新疆给所有的刀迷找个据点，给大家备好水果，备好茶。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咱们新疆见。今天准备提一台车，看看这个是车轮，大家猜猜这是什么车？这就是新疆的采棉机。曾经我国的采棉机市场长期被进口产品垄断，而采棉机属于大型复杂的农机设备，研发难度很大，对采棉机净采率、含杂率等关键指标有很高的要求。随着祖国科技的发展，采棉机已经一步步实现国产。大家所见到的这台大家伙，从硬件到软件，从内到外，已经完全实现国产化。定位和导航都是采用的是北斗系统，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知识产权，全面打破国外垄断，这就是中国的工业智慧。现在中国的采棉机已经开始走向国际，被批量采购，成为了我国一张亮丽的名片。采棉机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下蛋机，在采收过程中，棉花会被自动卷成一个大卷，像母鸡下蛋一样，一个个落在棉花地里。现在新疆的棉花从产量、质量到机械化采收加工，已经完全走向世界前列。棉花的用途也是不少，不仅能防寒保暖做棉被，钞票、导火线、降落伞都用得上棉花。怎么样，这都来自新疆的花，你喜欢吗？刀郎老师演唱会全场大合唱的歌曲里面有一首是《西海情歌》。徐子阳。这首歌你会唱吗？先听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您就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了。《西海情歌》是刀郎老师在青海完成创作的，其实青海湖也被称为西海。这首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男孩和女孩是两个来自南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俩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走进偏远美丽的可可西里。女孩被安排在人比较多的藏羚羊观察站，男孩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的戈壁，雪山下的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男孩所在的沱沱河观察站只有一顶干净整洁的帐篷，那里最低温度可以达到-40°C，但他生怕女孩担心，每次来上交资料和女生见面时只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实际上女孩早就从同事口中知道了沱沱河的真实情况，两个人就这样彼此牵挂着，苦苦地守护着。再有最后一次上交资料，就有下一批志愿者交替他们工作了。可就是这最后一次，女孩却再也没有等到。一天老师的演唱会有一首歌他几乎就没有唱，从头到尾全场大合唱。你应该猜到是哪首歌了吧？那就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
这首歌是刀郎的开山之作，发行于2004年。歌曲一出，席卷全球，同时也带来了2个世界难题：为什么2004年了，唱的还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第二，为什么8楼会有2路汽车？大家关注我，今天我一个视频解决2个问题。这首歌曲创作于新疆乌鲁木齐，2002年刀郎已经来到新疆，他的工作室就在乌鲁木齐的地标性建筑对面，这个建筑就是昆仑宾馆，因为有8层楼高，因此昆仑宾馆也被称为8楼。8楼门口就是2路车站。有一天，刀郎老师下班回家，赶上天降大雪，刚好有人在旁边说这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老师听到这句话陷入了沉思，加上马路对面新疆姑娘穿上鲜艳的艾特莱斯，在雪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漂亮，此情此景代入感极强，灵感瞬间爆棚，一首神作就此诞生。那为什么2004年这首歌才发行呢？主要是因为这首歌在发行初期，很多唱片公司听到这首歌都表示欣赏不了，因此迟迟没有发行。最后还是刀郎老师的一个朋友托他的朋友帮忙，顺便发了一下，没想到这一发创造了一个奇迹。刀郎老师的演唱会，台上唱哭了自己，却感动了所有人的一首歌，是喀什噶尔的《胡杨》。这首歌是万人在合唱，也有万人在合哭。为什么这首歌有这么大的威力？喀什噶尔的《胡杨》是刀郎先生发行的第2张同名专辑里的主题曲，发行于2004年12月。这首歌刀郎写了3年。有一次他去南疆采风，走到沙漠深处，那种空旷和安静给刀郎带来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再往前走，一片沙漠胡杨出现在他的眼前。胡杨生千年不死，死千年不倒，倒千年不朽。巨大的胡杨树矗立在刀郎面前，这情景是无比震撼的。他觉得胡杨像男人一样，在那艰苦的环境下，即使让身体扭曲到那样程度，也要不断的成长，这是令人敬仰的。另外，用胡杨象征至死不渝的爱情，再合适不过了。在新疆，关于胡杨的爱情故事有很多，其中有一个讲述了男孩女孩青梅竹马，可最终在家人的安排下，女孩要嫁给有钱人。这个消息对2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他们相拥而泣，最后一起毅然决然地向沙漠深处走去。若干年后，在沙漠中出现了2棵胡杨，它们相依而生，树冠连在一起，永远不用分离了。喀什噶尔的《胡杨》这首歌显然还有更深的含义。这首歌的前半段描述了一厢情愿的感情是多么的痛苦，我在记忆里苦苦搜寻一点一滴感情希望，可你却告诉我，人一生一世就这一辈子，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因此我愿化身喀什噶尔的胡杨，在几世的轮回中苦苦等待，将你找寻，即使历经风吹雨打，身躯被点点风化，我也无怨无悔，只求苍天不要改变你的样子，这样我就能一眼认出是你。刀郎有一首歌叫《喀什噶尔的胡杨》，发布在2004年的同名专辑中，这是刀郎的第2个正式专辑，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的。刀郎凭借该专辑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点个赞，关注我，给你详细讲讲喀什噶尔的胡杨。喀什噶尔就是新疆的喀什，刀郎老师借胡杨描写了对爱情的至死不渝。见过胡杨的人，也许对这首歌有更深的理解。胡杨生长在风沙肆虐的荒漠之中，其生而1000年不死，死而1000年不倒，倒而1000年不朽。从生之朽能经历3000年，3000年岁月早已是沧海桑田的巨变。这世间还有什么能胜过胡杨般的爱情吗？我国90%的胡杨林在新疆，全世界最大的胡杨林就是新疆塔里木胡杨林。除此外，新疆还有木雷胡杨林、115胡杨林等等。马上就要到观赏胡杨的最佳季节了，10月胡杨陆续开始变黄，10月中下旬便是胡杨最美的时间。请开始你们的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一上来甭管多好，我先选一个中间位置。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自信的。小谷是径直走向了1号啊。毕竟我是飞了3000多公里，然后来到这边，能有一个直接能选1号的机会，
那我必须要把握。我认为1号被批的老惨了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强项，那我也有我的强项。我要挑战1号。我就是来拿冠军的，我挑战1号。等于现在2个挑战1号位的，有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哇！多难选呢！这个太难了吧！那么接下来喜欢谁就为谁举手。恭喜小谷手累成功。那么接下来呢，请开始你们的座位选择。1号。好的。夏季重重卡波，胸襟那丫头，他日就慢柔，罗通可能累哟，他日就慢柔，我罗通可能累哟，搞进去。因为湖南乡亲们的热烈呼唤下，我又一次上台了。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乡亲们说，因为湖南是援疆吐鲁番的。援疆是支援，对，支援新疆，是吧？你有好多都没听说过，你连援疆都不知道，你以为是啤酒呢？我给你们教一个简单的新疆舞，怎么样？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印象深刻的还是这个新疆小谷，他穿着他的民族服装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已经赏心悦目了。小谷在这一轮特别出圈，他就是实实在在有干货，开朗，善于互动。恭喜小谷手累成功，谢谢大家。最耀眼的36朵花儿已经集结完毕。晕车的人早就吐了。世界最险的沙漠到底有多险？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大哥好，走，小伙，这次来干嘛来了？我是专程来体验沙漠的。哦，那可以啊。康哥，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找你学车呀？沙漠那么大，又没有障碍物，踩油门就冲呗。你跟我进去一趟，你就会自然找到答案。走，走吧，走。这车有没有出现问题吗？灵魂出来了没有？灵魂还在呢，可以再刺激一点。再刺激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那再来嘛！慢一点，没线掉。你把东西跑掉了。回家。
土木塔阁里面有个潘家峰，真的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吗？哎呀，这个你算问对了，这是库木塔沙漠里面最难的峰，也叫金字塔，也叫三角峰。之前这个潘家峰不是潘家峰，千百年来没有人登顶，我就开着那个坦克300，直接登顶，一次登顶，最后大家给我取名为潘家峰，我是打破了这个历史。知道吧？第一个登上的人，厉害厉害！潘哥，我刚刚走过来，很多车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到底有多少辆车呀？我总共有26辆越野车，咱们有12个领队，你带多少人来，小郭，我都可以给你安排个头条。大家好，我是库莫一哥们儿，然后今天我们带小谷去沙漠里面拍一组大片，但是呢，我又进不去沙漠，所以我喊了个狠人，来，大哥，兄弟 ，Hello。亮哥好，今天等一下你带我们进沙漠，因为我自己开你这车我不敢进，完了你带我们进去，我们拍一组狠一点的大片，好吗？对，马达没有。兄弟，我们准备出发啊！等会儿啊！爬个山，头发快滑没了，站起来了。准备好了吗？拿这个去，哎，对，手这样轻轻撩一点点，哎，对，撩好就往前点，压一点点，可以这样拉着你的帽子，别贴住，把头仰起来，闭上眼睛，对，好，肩膀还转回去，这样，就正常走过去，哎，往那个英雄锅里看啊。你还记得小时候吃的番茄是什么味道吗？就是那种纯天然长成的番茄。新疆是全球优质番茄产地之一。新疆日照时间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新疆番茄的不凡品质。但这么好的番茄却很难运输出去，主要是因为番茄成熟后非常容易损坏，但不成熟的番茄口感又很差。因此，新疆大部分番茄都是完全成熟后被做成了番茄酱、番茄罐头。茄皇方便面的番茄汤包就是使用新疆番茄加工而成。想不到吧？这一桶番茄牛肉面还能这么真材实料。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口感天然，酸甜浓郁，用料充足。他们家的每一桶方便面里面都使用了约1整颗新疆番茄做成汤包。现在正是我们新疆番茄的丰收季，茄皇在新疆还有自己的番茄种植基地，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做番茄口味的方便面。吃完了，吃饱了。刚好这几天路过他们家在新疆的线下活动，送的小礼物也挺好看的。我领到了显眼包套装，有一个带番茄可爱的收纳袋，有防晒冰袖，还有防晒面罩。这在新疆可是非常实用，大家来新疆旅游必须要做好防晒哟。新疆到底是不是3步一热巴，5步一娜扎？来过新疆的朋友，你们觉得是不是真的？其实这个都要归功于我们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新疆不光人杰地灵，还是瓜果之乡，顺口溜张嘴就来。吐鲁番的葡萄，冰川的瓜，喀什的西梅人人夸，孔雀河畔的香梨甲天下，库尔勒的冬枣甜掉牙，阿克苏的杏子顶呱呱。我现在就带大家去果园子看看。当当当当，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奶黄杏最甜的时候，只有这1个多月的时间能吃到它。金黄色的杏子，这个色儿一看就是熟甜的，小个头大甜头。大家看看这杏子已经熟透了，摘下来立马就可以吃，摘一个吃一个。再摘一个吃，再吃一个，再吃一个，很好吃。唉，吃不动了，还是给大家留着吧。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熟度采摘，树上成熟的水果才好吃。这个奶黄杏的甜度大于19，什么概念呢？比新疆哈密瓜还甜，而且入口即化，相当哇塞。
杏子的香味非常浓郁，吃完满嘴都是香香的，而且一杏两吃。这个奶黄杏的果核敲开里面的杏仁其实也可以吃的，杏仁吃起来脆脆的，也很香很甜的。很多人说杏仁不能吃有毒，但不巧了，奶黄杏的杏仁恰恰是可以吃的杏仁。大家放心，奶黄杏在我们新疆以前叫吊干杏，就是在树上就干了，所以做杏干比较多，大家也都戏称它为没有腿的水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腿很长的百果园了。百果园是较早探索用冷链把我们的奶黄杏运到全国的。杏子这么难运输，为了全国的家人们都能吃上这款招牌的奶黄杏，他们专门设计了奶黄杏冷链运输车，保证杏子们一个个嫩乎乎蹦跶到你面前。所以大家现在很幸福，不用到新疆也能吃得到新鲜招牌的奶黄杏，这也太让人兴奋了。你家附近有百果园就有福了。谁有病谁来吐鲁番。现在这里的地表温度80多度了，刮的风都是热的，像在火炉里一样，特别适合那些有风湿病、湿疹、痛经的朋友。这里除湿器简直一绝，但友情提醒一下，来这里你要买双好鞋，不然鞋底没了，你光脚踩地上就能原地起飞。朋友们，吐鲁番的葡萄到底甜不甜？我们来尝一尝。甜。说实话，葡萄现在还是有点酸，7月中旬葡萄才会完全成熟，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吃到中国最甜的葡萄了。大家关注我哦！在新疆，怎么样把一只羊变成好吃的羊肉串？先抓羊。今天我们在克拉玛依的院子，这里有羊有牛，还有一大片的果园。看这个账房有140平，坐个30-40人没问题。朋友们来新疆可以到这里做客。怎么样烤羊肉？不糊又好吃。让我们赵哥讲一讲烤肉的技巧。我们烤肉的时候，这个手要不停的来回把这个肉和油渗到肉的里面，手法特别关键，要把这个油渗到肉里面以后，这就不太容易着火。而且我烤肉不加水，加水这个味道不好吃。你看现在这个肉亮不亮？这样肉烤出来肉比较嫩。怎么样判断这个肉熟了没有？现在这个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肉，你看没红色了，这是已经6成熟了。看它的颜色。看它的颜色。烤到6成熟就可以撒盐了，不能烤糊，颜色又好看又香。现在是焦黄了，蛮好的。好香！这是只放了盐、孜然、辣椒。好啦，大家关注我，来新疆了，我给大家烤肉串。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恬静的小村庄，盖个院子，种点花，种点菜，养几只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新疆有一个世外桃源，这里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村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城市里的人来到了这里，发现了这里的宁静与美丽，然后他们包下院子，改造成了一座座漂亮的民宿。随着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更多人的桃源世界。大家给这个村子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荒荒村，荒荒悠悠生活的村，听着就安逸。这里位于霍城县，每年6月下旬到7、8月份，这里是最美的时间段，薰衣草会开遍每个角落，整个荒荒村沉浸在一片紫色的海洋中，非常浪漫。而且这个时间段，这里还会举办为期1个月的音乐节，今年是定在6月18日到7月18日。不光有音乐节，这里还有星空电影篝火晚会，一场星空电影定格一个美好的回忆，一场篝火狂欢在夏日的晚风里展开。如果有一天你累了，就来荒荒村吧，平淡宁静且治愈，抛开城市纷扰，远离都市喧嚣，闻闻清晨的花香，听听鸟叫，呼吸新鲜的空气，简单又美好。抓住了！我要去抓羊了，看那些羊已经过来了，先把羊赶到圈里。啊！再见。哎！
怎么运回去？别让他跑了，抓紧。绑上了，1、2，抓好了，出发！关注我，看后续。有位朋友说新疆都挺好，就是酒店太差了。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新疆高级一点的酒店是什么样的。你好，你这最好的房间给我看看。哦，你有办理入住吗？不住，我去看看。行，这边去。您看我们这些被褥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的？对，有点偏黄。这些被褥都是用纯天然彩棉制成的，没有经过染色。我们的窗帘、还有灯、还有电视、马桶全是智能的。房间里的所有设备都是由小豆语音控制的。哦，小豆，我这儿关灯，雨光地灯。那我们普通的房间也是这么智能吗？是的，只不过面积小一点。啊，这个酒店确实不错。实际上，新疆今年规划建设的星级酒店有140多家。随着酒店数量的增加，酒店的服务标准以及性价比都会有质的提升，大家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新疆玩哦！现在我在新疆乌鲁木齐，今天我们要去听烤肉1元，走去看看。老板，看看你的烤肉。好嘞，来，欢迎。1块钱1圈。1块钱，老板，这1块钱的串什么肉啊？这个牛肉，牛丸子肉。这个很划算，来10个。还有别的吗？蔬菜、炸串全部有。不用了，我吃过饭了。我的烤肉到了，味道可以。10块钱太值了。新疆疯了，这是想大家想疯了。独库公路今年居然6月1号就开放了，往年一般都是6月中旬才开放，而今年独库公路从5月份开始就加班加点的除雪，就为了能与自驾爱好者早点见面。独库公路是中国最美的公路，一天看4季，走在哪里都是美景。而且独库公路很多的景观非常的宏大，在这里你会有一种星际穿越的感觉。朋友们，来新疆自驾独库公路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哟。带你们去看一下新疆人的婚礼，走。喀什会成为第2个深圳吗？目前全国最具有潜力的城市是哪里？喀什肯定是名列前茅。在大家的概念里，提到有发展的城市，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北上广深；有潜力的城市，大家会想到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城市的港口对外贸易频繁，城市发展也会更快。特别是深圳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更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的发展进行试错、试验、示范。现在全球贸易的80%到90%是通过海运完成的，通过沿海城市走太平洋通向美洲，或者走南海向西通往中东、欧洲、非洲。可纵观几千年的历史，世界上最繁华的贸易通道当属丝绸之路。现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是重新打通了这条陆路的交通要道，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这条丝绸之路都不断的在改变世界的贸易格局。而喀什正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自古以来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们盘点几组数据。第一，喀什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1年的37亿增长到了23年的496亿，
全国综合保税区排名，喀什从21年的110名晋升到23年的30名。喀什正以飞一样的速度向前奔跑，您说喀什会超过深圳吗？做个选择题，如果让你在沙漠里面跑4600公里，越野车、摩托车、卡车，你会选哪个呢？现在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中国环塔拉力赛开始了，这是中国唯一的全国级汽车、摩托车同场竞技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先看看往年的赛道多么有挑战性，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现在是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看这些车帅不帅？这八缸车队可是我家的车队。这个人你们熟不熟？这是来自北京的陈震。陈震，你的成绩之前还好吗？比赛的时候别忘了加油！这比赛真是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这里还有很多女车手，让我们为她们点赞。这是热爱与勇气的结合。我觉得每一位赛场上的车手都是成功者。环塔今年的起点是在喀什，终点在阿克苏，全长4600公里，分为10个赛段，每个赛段里程和地形环境都不一样，每个赛段单独记成绩排名，最终相加汇总成总成绩。懂的朋友，你们猜猜今年谁会是冠军呢？给我拍个露腿的。外出旅行最容易产生矛盾的点就是拍照了。原本开开心心出行的两个人，一拍照瞬间翻船。我现在在喀什古城，看看这里的旅拍店，1米1个，这里会拍照的人可多了。听说这里有一个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摄影师，他可以把任何的女人拍成女神。我们去找他，教大家怎么凹造型，怎么拍照片。嗨，吴老师好。我们来这边吧。今天把我拍成女神，没有问题。你本来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你大概想拍个什么样的风格的呢？我今天要挑战自己，给我拍一个露腿的。你看这个行吗？这个怎么样？我还是想一想吧。那这样，那你先化妆好不好？好。等一下再选衣服。孟老师，看我这一套怎么样？美得很，美得很，可以。走吧，我们出发。走。出发了。这么轻轻拉住，然后你就看你脚下这样往前轻轻走起来，对，真走，对，走的时候可以笑甜一点。这样，小五，你看我这样抓着裙子，1、2、3，轻轻转头，这个脚轻轻勾起来，看。1、2、3，好的，来。这个我说露腿了。好的，来低头，对，来1、2、3。这样啊，小五，来，你稍微转过去一点点，你答应大家你要露个腿来。啊。好，这样就轻轻，哎，就露出来了。对，好，对，好，对，可以，来1、2、3，走。吴老师，我这条衣服美不美？哎，你这个人长得还怪带劲的哈。这个可以。2、3，走，哎，好 ，OK， 好的。有点像往外这偷瞄的那种感觉，歪出头，对，哎，看我一眼 ，OK， 好的。小果，我们今天拍摄就完成了哦。辛苦你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成片呢？那你就静静的看我们的视频吧，好不好？在吗？世界改装看中国，中国改装看新疆。你可以怀疑新疆改装的水平，但不能怀疑新疆改装的品味。看这一辆辆阿达喜战车，你是不是心动啦？新疆不光改装车，还会改装电动车，也会改装大卡车。如果你也喜欢改装车，你一定要来阿达喜战车的摇篮新疆喀什。据说没有一辆思域子、朗动子、奇亚子、捷达子能素颜走出喀什。如果你来新疆，打开一辆出租车门，突然走进一个夜店，那非常正常，请尽快融入，放飞自我。东北人都是狠人呢。新疆有一批东北人，他们有多狠？4000多人成群结队从东北徒步走到新疆，而且还是绕路，跨越蒙古高原，走了5000多公里，只用了1年3个月。这一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辛跋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就是锡伯族，他们自清朝奉命来驻守新疆。那个时候，新疆地广人稀，锡伯族临危受命迁徙到新疆，能被乾隆选出来的队
队伍，那可是骁勇善战、精锐中的精锐。锡伯族不仅善于骑马，还善于射箭，他们自耕自食，在新疆的察布查尔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咱们东北人开垦土地的能力那可是没得说，而且种出来的大米那也是嘎嘎香。每年察布查尔都会举办西迁节，今年锡伯族西迁已经是第260个年头了。这个节日热闹非凡，5月25日开始，持续3天，期间还有西迁节半程马拉松、全国非遗民俗展演。刚不是说他们善于射箭吗？这一技能被延续至今，射箭相关的活动比赛也是少不了的。现在察布查尔锡伯族家家户户都有弓箭，来了察布查尔可别错过学习射箭哟。我的阿勒泰您看了吗？8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在央视总台黄金档上映，首播收视率拿下全国第1。这是一部极具治愈能力的电视剧，拍摄地点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这里一切都是那么的天然，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都是他们本来的样子。这部电视剧根据李娟的同名小说《我的阿勒泰》改编，于是主演的巴泰真的像个国王一样高大帅气，一双清澈的眼睛能透出他纯净的心。故事讲述了他与在新疆阿勒泰生活的汉族少女李文秀相识相知的过程。最后的结局大家自己亲自去看吧，看完别忘了做一个新疆旅行的计划。这个地方叫阿勒泰。世界斗转星移，只有它一直不曾改变。20年以来最强的极光降临地球。什么是极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首先，看新疆地区的极光现场，漂亮吧？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其实是经常能看见极光的，但此次极光的强度，据说北京地区的朋友也能看得到。请北京的朋友出来证实一下，你们看到了吗？极光是围绕着地球磁极出现的，在南北极会比较常见，我国很少能见到。但是5月这一波太阳风暴太强烈了，我们正在经历20多年以来最强的地磁暴。国家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地磁暴红色预警，地磁暴越强，极光越强，越绚丽，范围越大。如果太阳风暴持续增强，上海也是有可能看到的，但广东地区的朋友在家时看不到了，只能选择关注我啦。话说回来，这地磁暴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卫星会受损，可能导致通讯会受到影响。另外，鸽子也会迷路，鸽子就是通过地磁场进行导航的。最近给我飞鸽传书的朋友就先停一停吧。还有一些人说，每次地磁暴一来就总睡不着，喜欢熬夜。大家说这有没有什么依据啊？